大家好，我是秋平，我现在在重庆武隆，旁边就是乌江河畔一条大江，我身后这里呢就是长孙无忌的墓。为什么长孙无忌的墓不在李世民的昭陵那里，反而在重庆这块？因为正常来讲的话，作为凌烟阁功臣第一，他的墓应该是李世民最近的。因为李世民的墓啊，有一个这样的惯例，就是说他的心腹大臣越重要的大臣，离他昭陵的主峰越近。但是呢，长孙无忌的墓却是离了上千公里啊！前面就是长孙无忌的墓，还挺大的，被当地人称为天子坟。来说一说长孙无忌的身份吧，他跟李世民关系是非常密切的，既是李世民的大舅子，同时也是儿女亲家。也就是说，李世民的女儿啊，大女儿长乐公主，既喊长孙无忌为舅舅，同时呢也是公公。长孙无忌墓。那说到长孙无忌呢，其实他也是一个人才呀，而且是杰出的人才。你想一想，李世民手下文臣武将那么多，长孙无忌在李世民的心目中是最重要的。那长孙无忌呢，他也是属于关陇集团的代表。关陇集团是当时北周那个时候有一个是8大柱国，其中呢杨坚还有李渊他们整个家族都算。所以说从南北朝那个时期啊，皇帝基本上就是他们这些关陇集团轮流做，也就是说关陇集团控制了中国当时的政权大概有几百年。那长孙无忌作为李世民最信任的大臣，他也培养了很多人。一开始是扶持李承乾，后来李承乾作死，那么长孙无忌呢又扶持李治登基了。那当时李治很年轻嘛，李世民也以为李治比较软弱，所以呢就命令长孙无忌、褚遂良这些人辅政，就变成辅政大臣。所以李治登基一开始呢，其实权力不是太大，被长孙无忌他们限制住了嘛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从古至今，作为权臣只有2种下场，你要不是改朝换代，要么就是被皇帝后面亲政了清算。长孙无忌呢属于第2种。作为李治的舅舅，按正常来讲的话，关系是很好的。但是呢，这个就我们说的，人一旦掌握了权力，他就不想放下。长孙无忌同样是如此。那李治后面呢想把权力夺回来，长孙无忌呢又不想放权，因为掌握了权力，他就更不想放。那自然而然就2个人冲突是越来越严重了。李治抓住什么机会呢？抓住武媚娘这个机会。大家都知道，武媚娘在李世民的时候就入宫，但是入宫10多年呢，一直得不到李世民的宠幸，因为可能李世民也有限制他。李治呢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跟武媚娘，我们说的通俗一点，勾搭上了。那后面李世民去世之后，武媚娘去了感业寺出家。那当时呢，李治的后宫有2个人，皇后是姓王，然后一个妃子的姓萧。这2个人呢都是什么呢？门阀士族的代表。其中王姓是属于5姓7望的，就是属于山东士族的。那萧呢，这个就属于我们说的南边。所以呢，当时他们在后宫斗得你死我活。那刚好呢，王皇后没有儿子，他就怂恿李治啊，你可以把武媚娘接回来，就可能说要联合对抗萧淑妃。但是没想到啊，武媚娘回到了皇宫中，就是不一样的结果了。就是李世民啊没有做到的事情，李治做到了，就是非常宠幸武则天。那结果武则天的儿子啊出生了，还有女儿出生了。李治要废掉王皇后，但是当时大臣全部反对，因为大家都知道，一旦王皇后被废了，武则天变成皇后，那是时间的问题。所以当时的长孙无忌、褚遂良，所有的这些关陇集团都反对，但是呢，反对无效，因为有其他的大臣，就是后面比较有名的酷吏、来巨臣这些人说，这是你皇帝的家事，干嘛要问那些大臣呢？所以就决定废后。
为什么说李治如果把房二毁掉了，能够夺回权力呢？有2个原因，一个他能够废掉房后，就证明他冲破了那些大臣，就是李世民的留下的辅政大臣长孙维纪的那些人，就冲破了字号。另外一点呢，就是严厉打击了5姓7望，因为王姓啊属于5姓7望之一。当时在古代呢，一荣俱伦，一损俱损。你房后被废掉了，那么你整个家族也差不多完蛋了。所以李治就通过这一系列的手段，把5姓7望这一个家族就是打垮了，打击了5姓7望的门阀士族。另外一个呢，又打击了关陇集团，所以是一箭双雕。其实这个可以称为一箭3雕。然后又扶持武媚娘上台。很多人都说武媚娘也是那个时候掌握权力了，其实错了。那个时候只是武媚娘是被李治推出来，就是我们说的一个前台一样的。当然武媚娘自己也知道她跟皇帝关系是很好。另外一个就是李治确实要夺回权力，因为李治夺回了权力对武则天也有好处嘛，是不是？所以说2个人是相辅相成的，2个人的政治头脑也非常厉害，也非常聪明。所以呢一拍即合，结果就把长孙无忌搞掉了。当时诬陷长孙无忌谋反，那长孙无忌呢就被发配到我们现在说的重庆这一块，在当时那个时候叫黔州。这个地方在唐朝的时候经常发配，就是发配到这个地方。你像长孙无忌还有李承乾，就是长孙无忌的外甥啊，也是发配到这边来，也去世在这边。所以说他们2个呢有点相似之处。发配到这里之后啊，那个李治还不太放心。很多人说那个长孙无忌在路上是武则天要杀他，其实错了，是李治要杀他。李治那个人其实很心狠的，他最开始他的哥哥李克还有那个妹妹高阳公主都是他下令杀害的。他后面要求长孙无忌自杀，后面长孙无忌自杀就埋葬在这里。历史上也好，其他小说也好，都把李治写成是一个软弱无能的人。大家想一想，怎么可能？李治其实可以这样说，李治在唐朝的皇帝中可以排名前几，政治手段相当的高超啊。唐赵国公长孙无忌墓。长孙无忌墓作为权力斗争失败的牺牲品，长孙无忌去世，最后就安葬在乌江旁边。这也就是长孙无忌作为李世民心腹大臣没有陪葬在昭陵旁边的原因。他在重庆去世的，李治也不会允许长孙无忌陪葬过去。其实关于长孙无忌的墓，在陕西还有一座，那里离昭陵大概是100多公里，在陕西的永寿县一个农村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？就是说长孙无忌的后代，他悄悄地把长孙无忌的墓从这边迁移到陕西去了。因为这个地方当时是发配之地，管理没那么完善，属于山高皇帝远的地区，偷偷的把他带回去也有可能。所以作为长孙无忌，他一生是非常幸运，也是非常悲惨的。幸运的是跟对了人，跟对了李世民，最后呢成就了一番事业。但是结局的话，又是因为权力斗争，被迫来到这个重庆这个地方，最终在这个地方失去了生命。那关于这2个墓种，到底谁才是长孙无忌真正的墓葬，或者说哪一个是衣冠冢，到现在还是有一点争议的。